各位球友，你们好。在零打场上一下场的时候，对方来球总是很快，我们挥拍来不及反应，又或者是我们的脚有时候会因为对方突然来球而跟不上。那今天我们就要来介绍3个动作，来让你在场下透过自己独自的个人训练、小小的练习，再搭配对于球鞋的一个认识以及应用，让你在一上场就能够轻松的透过脚步去移动，在对打上面能够轻松来回哦。最近真的是看到在零打场边，不管是球鞋、球拍、装备，真的是越来越齐全了。今天我们来特别聊聊球鞋的部分。羽球场上你需要穿着羽球鞋，除了不会刮伤场地之外，也可以很有效的包覆支撑住你的脚，让你在场上的时候不容易扭到或者说滑倒的情况出现。一般的羽球鞋跟慢跑鞋最大的不同是，慢跑鞋提供更多的是直向的推力跟弹性，让你在跑步又或者是走路上面有一定的舒适性，还有支撑性。羽球鞋最大的不同是，它的底是橡胶底，透过跟羽球场 PU 的地板摩擦，它可以提供更好的侧向的弹性以及脚跟的支撑。再搭配鞋底下面的碳纤维板，可以提供你非常强的侧向支撑，也就是这样子侧向，你想要垫步，又或者是你想要横向移动的方向，只要用对的动作，它就可以提供给你很棒的支撑力道哦。羽球鞋还有一个特性是，在踩前场的时候，我们会很大幅度的运用到我们的脚跟去做落地。基本上羽毛球鞋的鞋底，它们的底都会包到上面来。我们羽球有时候会需要做一个延伸的动作，所以我们的脚跟就需要跨出去。这时候我们的脚会是90度的落地，所以鞋底包到90度，跟打球上面所做出来的动作是相吻合的哦。像一般羽毛球鞋，因为内侧都会有摩擦，在内侧的部分他们都会做加强，在这样高强度下的摩擦，它都还是能够保持耐磨防滑的一个特性。像这双我自己在穿的 P9200CX 是 Victor 10周年的一个纪念款，它在侧向的支撑以及脚跟的落地都是十分的明显。羽球鞋比较因人而异的地方是舒适性跟包覆度，有些人喜欢薄薄的那种带车椅的感觉，但有些人喜欢坐沙发。那像这双 P9200CX， 它就给我了一个非常包覆、舒适、均衡的一个运动感受。接下来我们就来进入训练的环节。那我们先从左右的一个交替移动，这个练习主要是帮助你在场上，不管是中场球很快速的一个横向移动，有一些很快速的平球，我们可以有灵活的侧向移动脚步来做一个反应哦。我们来讲解一下这个动作，像这样子横向移动你脚内侧的这个拇指球来做支撑跟推送，你会很明显的感受到你的鞋子中底是会有一个对折的情况。这个对折的情况可以很有效的在你拇指球做支撑的时候包覆住你的脚底，不会让你的外侧碰到地上产生翻船、脚踝扭到的一个情况。在侧向到位的时候，如果你是用整片脚掌落地，又或者是直接用外侧去做一个落地的话，很容易因为惯性让你的脚会有个外翻的动作，造成你的整个人会往外去漂移。那这时候其实很容易让你的脚踝压力过大，或造成扭到的风险。所以我们在移动的时候，切记一定要内侧先落地，再来才是外侧。更多的可以利用我们的拇指球去做一个侧向的连续推送跟支撑，去达到这样子的一个高速反应的移动。那我们就来进入动作的示范喽。在移动的时候，我们先一个垫步移动到我们镜头前的右边，接到第一颗球之后，垫步完跳一步，垫步完跳一步，再过来垫步完跳一步，就是这样的一个节奏。到位的时候就用我们刚刚提到的侧向反推送，再加上一个垫步，就可以直接到位咯。好，对。然后如果我是练习的人，我可以快一点，赶快先跟到丢球的距离、丢球的位置，我就不会好像很被动的这样跟着。建议在练的时候脚可以快一点，先到位，这样会接球起来会比较从容一点。那当然，如果你能掌握的话，你可以加快速度，越常练你越容易上手，而且频率也可以更轻松的就能够驾驭哦。不固定的你会发现，其实回中间的时候，你有侧推，你可以马上的弹回去。
那我们进到下一个动作前后的练习。这个动作是在练习我们一般在打球，对方快速的调动我们的前场，我们还可以保持一个很稳定的双脚移动，去应付对方的每一个来球。同时，我们也可以利用我们的启动跟回动，很稳定、很快速的做个折返，在我们在场上的时候，可以省去我们在中间的这些脚步上面的负担。透过启动跟回动的力道，两个点互相的交替推送，就可以在场上轻松的透过你的羽球鞋跟场地去做一个反向的推送移动哦。我们先从正手边来做一个示范。那后脚呢是我们的非惯用脚，也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聊到的，可以用侧推的方式来做一个支撑。我们到位的时候要用我们的脚跟去做一个稳定的落地，然后回弹，双脚一起去做动作。这边有个重点，在前脚脚跟落地之后，要怎么样的可以有效的回弹？是透过我们脚跟落地之后，前脚掌跟膝盖还有屁股对着地板用力，你就会感觉到一个力量是把你快速的往回推的。而且当你的重心是越稳定，压在你的前脚脚跟上面，你做一个回弹的时候，你回动反而是会更有力道的哦。要注意的地方就是，当你在前场到位的时候，切记不能用侧向到位，又或者是前脚掌直接落地，这样会导致你的脚踝压力过大，甚至会有扭伤的风险哦。所以在到位的时候，一定要用脚跟去做落地，而且尽量让你的脚尖指向对方的来球，在力道的传导上以及回动的方向上，让你的每一个力道都能够传到你的来球跟移动上面哦。高一点，斜。要如何去增大这个距离？像我自己在练的时候，如果要更往前，我就会想象我要跳到网袋这边去。然后接完球，如果我的回动量是不够的，我可以想象我想要跳到底线去，我的位移量就会更大。所以在训练的时候，你也可以跟你的搭档稍微配合一下，互相的沟通，增加这样子的训练效率哦。可以快一点。然后在移动的时候，尽量不要有这样并步，这样就没有双脚一起了。我们需要用前后的全身去带动这样子的启动回动，在练习上也会更符合比赛场上的移动。对，再远一点。对。这个训练动作就是把刚刚中场的这个快速横向移动，移植到变成是前后的移动，让你在移动的时候，可以直接透过外侧脚支撑去做移动跟回位。不管是在你的启动，又或者是你的到位，都是用侧向拇指球去做推送跟移动哦。在我们打球落地支撑的时候，我们的非惯用脚都扮演了支撑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哦。所以这个动作是在练习我们在落地的时候非惯用脚的一个回位推送，也是把刚刚的横向移植过来。所以我们一般在做落地回位的时候，这个侧向就可以派上用场。所以不管你是在侧跳的回位，或是你是启动做一个马来步，又或者是你想要退到位，在落地的时候都一样是用内侧拇指球去做一个回位的动作哦。那我们在前几则影片有个别分享了马来步以及中国跳的动作的细节解析，所以你想要了解更多这样子动作的细节解析的话，可以到我们前面2集影片来看一下哦。那这些细节都可以带入在你平常摸手或是你的训练里面哦。我们来统整一下我们刚刚学习到的内容。
我们可以透过我们内侧拇指球的支撑以及推送，去让我们的横向移动更快速。第二个是当我们的脚跟到位之后，前脚掌跟膝盖、屁股做加压，让我们能够可以稳定且快速的直接回到中间。那最后我们也提到了一些常见的问题跟错误示范，让大家各位在训练的时候可以有更加具体的一个方向。那像这样子的一个个人独自升级小训练，我们都放在我们 YouTube 的订阅区基本功里面。里面除了有跟各位分享每一个动作的细节、握拍的角度，以及手指的摆放，以及手臂、小臂、手指，甚至是拍头的一个发力顺序，里面都有所有的完全解析哦。所以，如果你是有在上教练课，又或者你是零打的重度爱好者的话，那这个 YouTube 入门基本功非常推荐给你哦。最近我们也会更多的分享零打的系列。如果你对于零打里面有什么样的问题，又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好奇，也欢迎你留言在这个留言板下面，我们一起来讨论。那今天的内容就分享到这边。如果你喜欢这则影片，可以帮我们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并且追踪我们的 IG 以及脸书粉丝团。我们下一集见，感谢你们的回复跟观看，关注 KD，球商不低。